注意看，前方这辆轿车在掉头时完全无视阿瑟，不仅一把方向带倒了摩托，就连阿瑟也失去平衡摔倒在地。看着队友已经被压变形的前轮，失去了座驾，就仿佛失去了灵魂。如此胆大妄为，不管这家伙是什么人，得罪了阿瑟还想走，定是没门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巴西老哥最后的自由。刚才老哥的行为大家都看见了，本来是2位阿瑟发现这辆车属于被盗车辆，可没想到跟了一会儿之后，老哥居然如此不讲武德，仗着自己块头大，率先对2位阿瑟发起了进攻。这通缉等级一下就从小小的零元购上升到了3星，还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的老哥车速也变得更快，看来是想在被阿瑟包围之前离开。阿瑟的码表可以看到，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上，老哥的车速已经突破了90公里每小时，这个刺激程度不亚于在小区里飙车。这个行为很快便发生了险情，由于速度过快，转弯时冲到了对面车道，险些撞到等红灯的摩托 NPC。不过这 NPC 也确实淡定，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换做我，恐怕已经开始了斑马输出。而险些出现意外之后，老哥的车速明显慢了不少，不知道是出于害怕还是上坡的动力不足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菲亚特克罗洛斯，这辆车由巴西自产，仅在南美销售。它最高大的 1.3自吸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98，百公里提速12秒。这辆车就这么点动力，想要摆脱阿瑟只怕并不容易。可老哥很快便展示了一波车技，从加油站飞驰而过，吓得 NPC 大喊麻辣戈壁。如果说这波操作只能证明老哥对地形很熟，是个本地人，不能说明车技有多好，那接下来这波车流，老哥丝滑的超车便让阿瑟大吃一惊。90公里的时速，不但一脚刹车，轻松通过如此复杂的路口，一波操作便将阿瑟身后的4轮队友给彻底甩开。而这波看似惊险无比的操作，对于骑摩托的阿瑟来说倒是并没有什么作用。像这种路况，摩托有着绝对的天然优势。思索一番之后，老哥很快便有了新的对策。既然在灵活上面不占优势，那就把速度拉起来，再拼一波。随着老哥开启了全速怕什么怕，车速便来到了110公里每小时。面对紧咬不放的阿瑟，此时老哥除了一路狂奔以外，并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而他的慌不择路，让他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巨大的考验。前方堵得像3天没拉一样，他居然还能通过得如此顺畅。虽然后视镜被磕了一下，但对于他来说也完全用不上。如此路况还能如闲庭信步般闲逛，老哥的实力确实有些超乎了阿瑟的想象。从这条狭窄的街道上一路跟随下来，阿瑟虽然没有落后，但却是越跑越吃惊。如果不是因为自己骑的是摩托占尽了优势，恐怕在前面的交锋中早就已经看不见了尾灯。可见这老哥实力确实了得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这5星巅峰是当之无愧。没有想到在这小小弹丸之地，居然还能碰到如此高手。然而话音未落，前方直角转弯，老哥便展示了一波完美的前驱漂移，杀得阿瑟连忙呼叫队友。和阿瑟同样惊讶的还有老哥，在这一番对决下来，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哪怕是马修斯开道奇充电器来，也只有乖乖下班的份。可此刻却是摆脱不掉这位阿瑟分毫。巴西骑警的实力果真不是浪得虚名，早知道是这样，一开始掉头的时候就应该将2辆摩托车全部撞倒，把他的轮子也碾成麻花，看他还怎么追。其实老哥也不是没有想过在路上再次对这位阿瑟动手，要是能猝不及防的来上一个急刹，就能让这位阿瑟也淘汰出局。可这并非老哥不想，而是阿瑟时刻有着防备。像这样老哥才刚放慢车速，阿瑟就已经去到了侧方，始终和老哥保持着一个不会跟丢又不会追尾的距离，然后不断的向其他队友汇报老哥实时的动态，可以说这是以小博大的完美教学。身后跟了一个只追不打的人形监控，还真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想到这里，老哥也只能自由险中求。面对前方拥挤的车流，他的速度反倒是越来越快。离开了小型街道，终于来到了4轮主场。只见老哥上来便是一个刀片超车，极限程度就仿佛是穿了建模一般。这操作给阿瑟吓了一跳，赶紧靠上妙界行走腰部按摩仪，3D 导轨超长全覆盖，机身轻薄，方便随处塞。阿瑟靠着贴合又稳当，加宽加大的按摩面，手法力道真全面，好评更是多到数不清。大家平时办公开车姿势多，脊椎受压变形要防范，妙界背后一放秒变按摩仪，410毫米超长导轨，从肩胛骨到后腰都按透，一路推揉加游走，疏通腰背穴位和酸痛，直接揉酥阿瑟的骨头缝。遇到酸胀切换定点按摩，秒出
激，按摩头能像人手似的顶柔，用到现在，阿瑟追捕真比以前更快。妙姐作为按摩类的 Top One， 万元按摩椅的技术都安排，内置大扭力电机，丝滑静音，带动240斤，4种模式按全身，刷视频捏肩，扫完不揉腿，还能热敷暖腹，续航也长，去哪儿都能用，按完放那儿当腰靠，还得住还撑得牢。现在评论区底价入手，保价送运险，质保售后都有，自用送礼直接充。这操作不仅看到阿瑟心惊胆跳，就连老哥自己也是肾上腺素飙升，随后便借助这个下坡油门焊死，1.3自吸的引擎猛然爆发，转速直线拉满。当 CVT 进入的这一刻，这路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前进的了。当阿瑟还在感叹着这1.3自吸搭配 CVT 竟然如此恐怖时，老哥只是一个闪转腾挪，便又超过了一片车流。面对火力全开的老哥，阿瑟体内的小宇宙也是彻底燃烧了起来，一度将时速提到了90公里，才勉强不至于跟丢。而他的再次出现给了老哥极大的压力，在前方刀片超车时，顺手拆掉了 NPC 的保险杠，这让选择从右侧超车的队友心都凉了半截。而随着车流愈发密集，老哥的失误也变得越来越多，好好的竞速赛已然变成了碰碰车大赛。但这些小刮小蹭对于连阿瑟都敢撞的老哥来说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可随着时间拉扯得越来越久，此刻身后的摩托也多了起来，就算费尽心思淘汰1-2个，也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。已经黔驴技穷的老哥变得是彻底疯狂了起来。面对大批车流，老哥故技重施，又是一个刀片超车，右侧的后视竟是撞飞了，可左侧却如同出了 bug 一般神奇通过。没有想到这种局面居然都能化险为夷。虽然这一路跑下来损失了左右2个后视镜，但就老哥这个跑法而言也根本用不上，甚至在减轻重量和风阻的同时还降低了车宽，让老哥在接下来的操作之中变得更加大胆。内外弯道随意切换，超车丝滑，堪称行云流水。虽不及美国老哥那般动辄200公里的时速，但在这狭小的街道当中却也是刺激无比。这场对决战斗到这里，谁也不愿意认输。在开头老哥撞到阿瑟时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这场对决注定是不死不休。此刻为了摆脱阿瑟，更是一度将车速提到了120公里每小时。眼看2人的距离已经渐行渐远，可前方的弯道处却是意外突发，红灯导致路口被堵。慌乱之中，老哥施展出了极限迷路，这刀片超车运用的是叫人不得不服。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前方还有第2关，在毫无回旋余地的情况下，老哥也只能硬着头皮撞上了 NPC。闯下如此大祸，他自然不敢坐以待毙，依旧沉浸在逃亡情绪的他选择了下车跑路。可尽管健步如飞，在这大马路上2条腿也怎么跑得过2条轮胎？很快，肾上腺素耗尽的老哥便选择了跪地投降。至此，这场耗时7分钟却如同煎熬了1个小时的对决就此结束。面对如此强悍的老哥，阿瑟用他精湛的车技拿下了最后的胜利，用行动捍卫了巴西骑警的尊严。老哥被阿瑟五花大绑，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，车主拿回了不太像他车的车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